家好，我是 June， 今天来跟大家一起为2023年的子弹笔记排版年度设置啦。明年的子弹笔记本我选购了 PyDot 的本子。如果想要了解关于 PyDot 的印面点阵本，之后可以点击右上角或下方资讯栏里的链接浏览观看它的开箱与实测视频哦。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设置2023的年度设定吧。首先是在第一页写上自己的署名，然后写上我为2023年设定的年份主题 Trust， 希望自己能够相信自己的每一个抉择，然后为自己的选择去努力，为自己决定的结果负责。在首页的下方写下2023年份的大标题，方便日后查找时能更快地获取该本书的年份信息。其实在开始做年度设置之前，我都会先在笔记本上大致思考和记录页面的顺序。今年也有用我新买的平板大概的绘画了草图，之后会分享在下方资讯栏。因为新买的平板也是刚收到不久，还没有真正的上手去熟悉使用，所以真的就只能是给大家一个粗略的参考，献丑了嗨。和去年一样，我找了张卡片进行裁剪之后贴在了页面的左侧，作为活页版的 keys。今年我依然延续使用了去年的那一套符号，我个人是习惯画个空心方格、三角、圈去区分个人、频道和工作任务。任务开始了就在空心格子里画个斜杠，进行到一半就半部分涂实。任务完成了就将整个格子涂实，延期执行则画个向右的箭头，迁移至别的日期。任务取消则直接画个横线删掉。星字号代表笔记，惊叹号代表需注意或意外发生的，钱字号代表花费。子弹笔记的符号其实是很基础简易的，只不过使用者可以根据需求去更改或添加。像我的话会搭配自己设置的颜色标签去使用，去更细致的为任务分类。这个活页版的符号呢，只要你一打开它，然后翻到你需要填写的那一页，就能一边参照符号一边填写，不用翻来翻去，方便使用。如果是右撇子的话，就像我一样贴在左侧边，那如果是左撇子，则可以翻到书本后几页，贴在右侧边的位置。这样的话，书写时就不那么容易被纸卡妨碍到。用完了之后，只需要把它给收折起来，就变成了一张水彩画，既方便又好看。右边的这一页，我决定写上我为2023年选择的年度语录。为了搭配响应信任这个主题，我在网上搜了相关的语录。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有种被戳到的感觉，所以就决定把它用 brush 的方式写到这里。Trust your instincts, they are messages from your soul. 相信直觉，它们是发自你灵魂深处的信息。虽然生活中少不了理性思考与判断，但也不能忽略自己内心的直觉。我觉得理性思维与相信直觉是应该相互兼顾的。偶尔依靠直觉做出的反应或选择，还是挺可靠和值得信任的。认为吧，凡事都有好坏，只要不过于盲目，适当的相信还是可以的。来到下一页就是年度目标。年度目标可以包括很多的方方面面，设置起来也是蛮讲究的。因为如果只是随意填写目标的话，有很大几率会在1年过去之后被频频打脸。又或者在写完了之后吧，就直接把目标给遗忘掉了，这样倒不如不去设置目标。那我根据自己的需求，把年度目标分成了4个类别，分别是个人成长、频道经营、健康生活和钱财管理。今年呢，我会把部分的目标以打卡的方式去记录。因为前不久看到了 B 站 UP 主 Eleno 的往年设置，感觉这个功能还蛮好用的，所以就把它放到这里示例给大家看。像是我的目标是1年里阅读8本书，我就在后边画8个格子，读完了1本就把1格给涂掉，以此类推。
把这种量化的目标变得更加可视化，你也可以找一些或打印一些图贴在这里，让目标更生动，更能激励你去实行。在这里鼓励大家依据生活主轴与重心去分类和设置目标，不要盲目跟从他人的目标，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安排设置哦。接下来是未来志，写下 Future Log 的标题，然后写上月份数字和抄写英文版的月份，然后就用万年历印章盖章每月份的月历，也可以手抄贴月历贴纸，打印月历贴上。盖章完了之后，别忘了把没有31日的月份用修正带盖掉。之后就把跨页分割成6格，后2页则是同样格式的下半年7月至12月。然后圈起节日日期，再把相关节日写在下方。除了可以记录公共的假日，也可以把家人、朋友等的生日提前标注作为提醒。也可以把一些没有确定具体日期，只预计安排到该月份执行的项目记录下来，之后设置每月排版时再从这里迁移过去。然后是比较次要的，偏向个性化的客制化功能页。首先是 Watch List， 记录自己所观看的影视剧、节目、电影等。待看清单则先写在便签贴在这里。2022年的设置中，我为这个功能页只设置了2页，但是发现一个跨页里共有30个格子，其实是不怎么够用的。今年就为它设置了2个跨页。虽然平时的我不怎么追剧，大部分看的都是音乐类的或综艺或生活类的节目，集数也就最多到14集。不过偶尔也还是会看1-2部影视剧的，集数自然就会比较多，所以这里就不事先设限格子的大小了。至于是电影的话，我打算之后画个黑白协调框再填写。接下来是 Spending Log， 记录每月份的开销总结。为了了解自己的资金流向，我每个月都会在这里为各类别的开销计算总结。另一页的话则是记录我的定期存款。我的开销表格格式是最左边写上月份，然后画上符号代表区分开销类别，之后把所有类别的开销相加，用红笔写入消费总额的格子里，然后用黑笔填写该月的收入总额，并把收入减去开销取得的剩余数额以蓝笔写入储蓄的格子中。半年后做个上半年的总结，年末再做个全面的全年总结。了解自己1年里总共存了多少钱，又共花了多少钱，大部分都花在了哪些方面。那我个人是不擅长去搞什么投资啊之类的，就只是会把部分的钱放到定期存款里去获取一些利息费用，所以就会设置这样的一个记录页去提醒自己更新定期。格式只是简单的记录账号类别、数额、年利率、期限截止日期以及预计利息、实际所得利息。这样1年下来也可以了解到放置定期存款所得的利息总额是多少。接下来是自媒体内容管理页，因为我在业余之外有在经营自己的小小平台和频道，所以就想在这里计划和记录发布的内容。我所记录的格式是预计和实际的发布日期、内容标题所要发布到的平台。那如果你没有在经营自媒体，可以把这一页改成记录自己的学业科目分数或业绩。设定预期的分数，然后记录实际的分数，再做对比，分析原因，写下解决方法等。为了避免填写的页面不足，我就在这里预留了1个跨页，然后再安排接下来的这个功能页 Record。这一页是今年全新增加的一个页面，其实是类似于网上的 When did I last， 记录像是我上次最后一次剪头发是什么时候、护肤品的开封日期等的记录。
然后就是在之后才会设置的每月计划。书本的最后是笔刷测试，然后倒退往前翻2页。我决定在这里写下年度总结和回顾，复盘，并且写下1年里发生的或完成的一些值得记录的事。然后就是来到最后的部分啦。往年我都会把密码提醒页记录在书本的最后1页，不过之前看了收纳老师的影片说，避免每年都需要来回抄写，他就把那些密码直接记录在纸卡里，只放在收纳袋里。当时看到的时候就哇，真的耶，我就是那个懒得每年重复抄写的人，所以今年就跟着学聪明啦，找了张卡片，每年只需要把卡片放到当时使用的本子就好，记录的内容就是 APP 或平台名称，然后登录的邮址，最后是密码。为了避免卡片遗失落到坏人手里，让他们有机可乘，千万记得书写密码时别完完整整的写下去哦，只写开头或结尾，其余的用星字号或其他符号代替，让自己看得懂就好。好啦，2023年的子弹笔记设定就这样大功告成啦！不知道有没有设置到适合大家的页面呢？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效仿尝试，也可以分享到平台 tag 我一起互动哦。还是那句老话，还没加入子弹笔记阵营但有点心动的朋友们，不妨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试试看呀！我们一起相互学习，规划记录自己的生活，把人生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啦，希望大家会喜欢。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不妨给我点赞和分享，别忘了订阅和关注我。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与建议。同样欢迎各位提出你想看的设计主题或影片题材，希望我的影片对你们有所启发，一起做更好的自己。感谢大家的观看，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拜拜。